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意思的魔玩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玩具呢，就是这款来自于一款联名，来自于宇宙的巨人希曼或者叫它 MOTOU Moto 和变形金刚联名的威震天装甲版骷髅王这个联名也是非常独特是一个挂卡的形式正面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宇宙巨人和变形金刚 logo， 然后右上角呢还会有一个这次联名的一个设定画稿吧。正面是个大开窗，顶上呢会有一个狂派的标记，然后后面这种镭射的一个造型呢，很像变形金刚极一那时候的一个片头动画的造型，然后还有一个蛇山的影像吧。左边是我们骷髅王的原版造型，右边是我们威震天的原版造型背面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例会这个盒子怎么被刮到了的样子又是个有损盒。下面呢就可以看到它这次的一个武器配件的玩点，然后是美泰出品上面会有一些故事背景的一个介绍底部版权信息是个国行产品。好，盒子外包装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打开盒子侧面的它的舌页方面呢，会有一张印着人物资料的卡片。当然，如果玩家需要的话，是需要自行剪裁的。内部呢，就是玩具的本体塑封，单层包装，还会有一个小漫画。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漫画内容薄薄的，没有几页，但是呢，可以看出是非常美式的一个风格。正面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名字一下想不出来，叫什么格伦，是叫格伦吗？和我们的骷髅王在对战，怎么不是希曼呢？里面的大致内容呢，就是塞伯坦星内战之后呢，汽车人出逃在出逃的过程中呢，把一份资料备份呢发散到宇宙中。这个资料备份呢，到了我们灰壳宇宙、希曼宇宙之后呢，被鹦鹉仙子他们找到了解码之后呢，发现里面呢塞伯坦的一些信息。没想到呢，同样的资料呢，威震天也取得到了，并且以解析资料呢，获得了威震天装甲。之后发生了战斗希曼也赶到，发现呢威震天好强大骷髅王好强大。他们回去研究了之后呢，要与之对抗呢，就要解锁博派的一个装甲。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们希曼也穿上了擎天柱的装甲。后续可以期待一波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我们骷髅王也没闲着，召唤出了红蜘蛛的装甲。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剧情概要。同时呢，说明书这块呢还会有一个这个系列一个小玩法。说实话，这个系列我没怎么玩过。它这边标注了呢，它的四肢以及头部呢是便于拆卸，可以自行混搭玩耍的一个玩法纸品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好，拿出玩具本体呢，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它的体积和布鲁可的最新一代的小钢索比起来是这样一个关系，和 MP 的一个新型队长比较起来是这样一个关系，和我们86的钢索 L 级比起来差不多是到胸部以下这样一个大小的一个关系。可以看出它的体积并不是很大。如果要论变形金刚玩具的一个尺寸的话呢，它可能是在 Deluxe 加强级左右这样一个大小。当然，现在这个体积做到 V 级，官方也是做得出来的。造型上非常不错。威震天和骷髅王的元素呢都应用到了胸甲、肩甲、小臂、头盔呢都是威震天的一个金属结构而它的大臂、大腿这块呢就是骷髅王的一个颜色，但是印象中好像骷髅王的蓝色应该比它更深一点，不太清楚胸口大大的一个霸天虎标记还有骷髅王的十字交叉骨背面可以看到它的铭文以及它的产地是越南我的天哪，难怪。着色方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它基本上是以成型色为主，主要的一个上色点缀除了标记头盔的黑色部分以及小腿部分的下面的紫色线条之外呢，基本上都是成型色。胸腹部绿色当然也是涂装。
配件方面呢，首先就是一个融合炮，威震天的标志性武器，对吧？当然也是骷髅王的一个权杖的羊头恶魔造型嘛，羊角头恶魔造型。两者元素结合的还是蛮不错的。安装方式呢，就是它小臂方面呢会有一个像旗一样的造型，插到我们融合炮下面的一个分口处就可以搭载。当然这样状态下显得炮口有点长，但是没有关系啊。之后会有晚点的时候说到，同时会有一把剑，但是剑柄有点长，我更觉得它像是匕首。同时它的握把处呢也会有骷髅王权杖的这样一个羊头恶魔的一个造型，以及一个挂载的装，可以把它挂载在背包后面的一个孔洞位置。剩下的一个武器呢，就是威震天的粉丝肯定非常熟悉的一个流星锤的一个配置啊，它的锤头部分呢依旧是羊头恶魔的造型，是个软胶可以甩。末端呢是一个带刺锤体的一个样子，握把处这边也是。它当然是可以握持在人偶的手上，形成这样一个玩法。当然呢，还有一个玩法呢，就是可以把它的这个装拔出来，就可以还原威震天在变形金刚中直接从小臂伸出能量锤的这样一个造型。配件方面呢，基本上这些，当然配件也会有晚点，比如说它主要的融合炮，默认的炮形态呢基本上就是这样。虽然说炮口是个实心的没有做动，但是呢，把炮口拔下来之后，把羊头旋转90度，再把这个炮口装到它末端，就会形成一个羊头杖，这就更偏向于骷髅王这样一个元素。而且这边可以看到有个凹槽握把，你把手握持进去呢，就可以得到一个骷髅王权杖的一个造型的武器。当然因为它本身武器分量比较重握的手型呢又是一个半开放的手型，它可能会有一点点需要调整才能握住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说是联名元素运用的挺好，而且把玩法和造型结合的不错的一个设计。好，我们来看本体部分。本体部分呢，两个手都是握持手分别是点赞的一个造型。可动性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希曼这个系列的人偶呢，这种上身比较壮、下肢比较短的等分身材55开身材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随之带来它可动性方面呢，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动人偶的追求高可动那个目标呢是有所区别的。首先它头部呢会有不错的一个可动范围，抬头低头左摇右摆360度旋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快拆结构可以看到是大球冠，内部的这个绿色零件是个可以和紫光灯进行那个类发光效果的一个部件。所以说你在昏暗的情况下呢，你用紫光灯照下头部的，它骷髅头会发荧光的这还是蛮不错的。手臂这块呢360度旋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会有一个容易转着掉出来的结构，当然这也是它的晚点之一你玩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注意这部分的一个情况。手臂平台肩胛这部分可以分键打开，可以达到一个90度的一个幅度。然后呢，手臂平转呢是在肘部，是个插桩关节。曲肘部分呢就非常的可怜了，是达不到90度的一个造型。手腕部分360度平转没有什么问题，直装连接嘛，而且手腕部分呢会有一个外摆内收的一个角度。在腰身部分呢是没有弯腰挺胸的一个结构，它就是平的一个直装结构，所以说只能普通的一个平转。大腿部分呢前踢非常的有限基本上造型关系抬到这样45度差不多了。就后踢呢，因为屁股造型键呢几乎没有，侧踢呢稍微好一点，能够接近90度的一个幅度。
大腿部分的它的一个平转呢，也是被限制的，它的一个开口关节所限制。内部可以看到它胯部零件好像是有机关的，但是我动一下它是有可动，但是这段可动呢，如果你要把它运用于前踢的话呢，还是会被它大腿根部的造型给挡回去，所以说并不会对它的前踢有什么改善。屈膝呢，它是可以达到90度一个幅度，同时膝关节呢也会有一个平转的关节位的设置，是因为它的一个关节安装孔位所给予的。小腿部分呢，它是独立一个关节，小腿部分可以进行一个平转。脚踝部分的接地呢，也是一个插装方式来衔接的，这在3.75寸上非常常见啊。然后前后接地也是有，可以说是人物的可动性呢非常的一般。主要买这个玩具呢，我就是看中它和变形金刚和这个宇宙的巨人希曼的一个联名。希曼也是我小时候看的蛮多的一部动画，当然我看的更多的是希瑞。这个因为在魔都呢，希瑞是比希曼更早播放，所以说先入为主。骷髅王呢也是非常有性格的一个角色，虽然说我更喜欢希瑞里面的霍达克。这次的一个联名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开端吧。虽然说这第一部联名的角色是邓肯勇士和我们的骷髅王这个配置呢和变形金刚线的一个钢铁之心是一样，威震天和大黄蜂总是搭配的出，然后擎天柱和红蜘蛛搭配出，这也是官方为了销量的一个考虑吧。一次让我们 CP 擎天柱和威震天同时登场的话，这个太重量级了，后续产品就没人买了，这也算是一种营销手段吧。整个玩具总结一下的话，我可以给到它一个3分的一个评价可能大家觉得奇怪，我一路都在说它的好话，怎么会只有3分的一个评价？实话说，它这款玩具呢，作为今时今日的我来说呢，可能并不能满足我对玩具的一个要求就比如说它的一个高可动性。它的可动性呢是非常的有局限性，非常的古早。用高情商的话来说呢，就非常的一个古早。但是它的造型上，又是非常的吸引我配件也给的非常有诚意。当然，我本身对希曼线的玩具玩的比较少，可能不能 get 到这个玩具的一个魅力，也是我打分没有打高的一个原因吧。我还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就是美泰一如既往的这个粗犷做工，当然也可能和越南的产地有关，它浑身上下的一个水口味这个涂装的粗糙程度呢，还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心情受影响的。这款玩具说实话，我入手价格也不是太便宜，基本上是一个和现在的86威震天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同样作为威震天的话，我们的这一款明显是会有更好的把玩体验，虽然说做工上也会，现在孩之宝的美系厂现在做工也不但是美系了，日系也是。这是一个糟糕的年代好的创意没有好的做工来进行匹配。好，总而言之给3分一个评价。如果你是变形金刚或者是希曼粉丝的话呢，我是比较推荐你在有能力、有金钱预算、有富裕的情况下入手它，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桌面摆件。把玩起来可能不太好，但是摆在那里样子还不细看还是可以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简单录到这边。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1键3连支持。不过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